一般女生都喜欢粉粉嫩嫩的东西，包括我们养多肉，也可以养一些比较粉嫩，长出来比较小巧的。眼下又到了入手多肉的好时候，但是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，面对着越来越丰富的多肉品种，不少花友都看花了眼，不知道到底该入手哪些品种了。不过别着急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今天花花就给大家介绍几款适合女生养的多肉，它们娇小爱群生，一出状态粉粉嫩嫩的，特别美。接下来大家就一起来认识一下，非常实用，建议先收藏。1. 黛比，容易出状态的美多肉可谓非常多，但是能够全年保持粉嫩而不会褪色的多肉植物真不多见，而黛比就是其中之一。多肉黛比是典型的连座状，一长侧芽成群生，但是难得的是，即便是遮阴的夏天，黛比的叶色仍是白中透着粉。而到了春秋两个季节，在充足光照和大温差的加持下，黛比的叶色会变成十分魅惑的紫红色，可谓是由少女变女王。2. 劳尔，劳尔是为数不多的能散发香味的多肉植物，它的叶色是非常明快的糖果绿，可谓是自带状态，香味也是有点类似糖果，十分清新。当遇到充足光照和大温差环境的时候，劳尔出状态后叶片会变成半透明的橙黄或橙粉色，如圆润的温玉，椭圆叶片顶端还会泛出红点，显得娇羞可爱。3. 橙梦露，橙梦露是女生们最爱的大橙子，它出身于美女如云的拟石莲花属家族，自身则是美女中的美女。橙梦露的叶片是典型的连座状排列，经过细心养护出状态之后，叶色会变成半透明的橙红色，就像冬日的暖阳一般，给人十分温煦的感觉。不过橙梦露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浮盆比较慢，生长速度也比较慢，养护一定更要有耐心。4. 山地玫瑰，每位女生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，养的多肉里面又怎么能少了山地玫瑰呢？山地玫瑰在夏天的时候休眠，叶片会紧紧包裹成玫瑰花的模样，被称之为永不凋谢的玫瑰，也是极少数能越休眠越迷人的多肉植物之一。山地玫瑰像极了爱情的样子，值得每位善良的女生所拥有。5. 双子贝瑞，双子贝瑞是一款小型的多肉，它的叶片包裹得非常的紧，正常状态下它是一种灰绿的颜色，略带白霜。出状态以后，外围的叶片可变为一种粉红的颜色，还有明显的红尖，非常的漂亮。它也非常容易群生，对于新手去养的话也是比较合适的，只需要多见光适当控水就能够出来状态。6. 冰梅，冰梅是月影家族的多肉之一，它植株特别小巧可爱，容易群生，叶片边缘接近透明，观赏的时候整个植株特别的透，像水晶般的清澈，翠绿的叶片紧紧地包裹在一起，就像绽放的花朵。关键是它的叶片能够散发出一种香气，出来状态以后，叶片边缘会露出一种冰橙粉红的颜色，非常的漂亮。植株比较小巧，养护比较简单，比较适合小女生去养。7. 小红衣，小红衣也是小型的多肉，叶片呈小勺的形状，边缘有明显的半透明的形态，而且叶片上带着一层层的白粉叶尖，两侧有明显的薄翼。如果放到太阳底下去适当的控水，在强光下它的叶缘、叶尖都会呈现出一种漂亮的红色，非常的美。如果温差大的话，它的叶片边缘红的会非常的明显，而且非常的容易群生，比较适合小女生去养。8. 粉蔓，粉蔓是景天科拟石莲花属的多肉，它植株非常的小，单个头出来状态以后非常的漂亮，它的叶尖很细，而且叶片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霜。光照充足温差大，叶片就会呈现出一种漂亮的粉色，整体看起来美极了。它的群生效果也是非常棒的，在家中养养就能够变成多头，非常的漂亮。9. 白月影，白月影植株比较小，叶片比较肥厚，平常为绿颜色，如果光照充足温差大的话，它叶片会慢慢的转为白色晶莹剔透，日照时间长控水合理的话，还会变成一种微微的粉色。不过它的价格相对会高一些，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别买到不对版的，否则你很难养出这种状态来。
如果对版的话，出来状态非常的简单，群生出状态是最美的。10. 冰玉。冰玉是属于月影和雪莲的杂交品种，植株一般都很矮小，在10厘米的范围之内。它的叶片比较肥厚，顶部呈三角形，并且叶片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粉末，去观察外观的话，是一种蓝绿的颜色。出来状态以后，叶片的外边缘会呈现出一种紫色，根据光照和环境温差不同，颜色会逐渐的加深，也是一款非常漂亮的小型多肉。11. 女雏。女雏也是一种比较小型的石莲花，它最容易变为群生，植株比较小巧，出来状态以后，叶片会呈现一种橙粉色，叶片的边缘也会有，所以只要没土长，它出来状态非常的简单，养上多年变为大群生，状态绝对是最美的一种多肉。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，我们只需要买一个小的侧芽，回来就能轻轻松松把它养活，一定要多见光少浇水才行。总结，这11种多肉都是属于小型品种，它们植株比较小巧，养变成群生出来后，状态绝对非常的漂亮，而且不占空间，粉粉嫩嫩的，女生去养的话，绝对是最佳的选择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列举的这些，如果大家还有补充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